今年的1月3号，总统蔡英文宣布，由于去年税收超征4500亿，政府将发给每人6000元的现金，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6000块是怎么来的？超征税收又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超征税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的4月，政府将会发给每个人6000元现金。那为什么会有这笔钱呢？就要从去年开始说起。去年年初，财政部预估全年的总税收是2兆7000亿，但从1月到11月，实际的税收已经超过了3兆，全年估计会超征超过4000亿。而这笔钱到底要怎么运用，立刻成为了媒体还有民众的焦点。有人认为，今年的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政府可以直接把超征部分发给民众，或是仿效这个国外用退税的方式来减轻大家的生活压力。也有人主张，过去几年政府在疫情纾困国防等项目已经借了不少钱，因此这笔钱应该要优先用来还债，才不会让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的恶化。而在今年的1月3日，总统蔡英文宣布，这次超征的税金除了用来补贴劳健保、电价以及减轻民生负担以外呢，也会用其中大约30%，共1400亿元发放现金给全民。换算下来一个人会拿到6000元，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普发6000。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些超征的税收是从哪里来的？那普发现金到底是好是坏呢？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新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简讯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价钱都好谈。大家都知道，政府的钱都来自于我们缴税。那政府花钱的方式是年初要先通过一个预算案，决定今年要花多少钱。但这个时候，政府还不确定今年会收到多少税，所以他们会根据以往的税收情况以及对于景气的预测，推算出政府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可能会收到多少税。而这个数字就是预估税收。相对的，这一年实际收到的税就是实际税收。毕竟一个是预测的，一个是实际结果，所以这2个数字每年都会有所落差。那当实际税收小于预估税收的时候，就称为是短征；而实际税收大于预估税收的时候，就叫做超征。那这也就是去年的状况。回顾最近的资料，我们发现这2种情况都曾经发生过。比如去年政府最终总共超征了4950亿，而在2020年则是短征了223亿。不过虽然超征跟短征都有发生过，但在过去的20年中，有16年都出现了超征的情况。所以就长期来看，超征税收呢还是一个明显比较常见的状况。那既然这件事情很常发生，那这些超征的税金要怎么用呢？根据财政部的说法过去超征的税收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还债。如果是政府原本就规划要举债，那超征税收就可以减少那1年的举债。那如果是当年不用举债，也可以还以前的举债。从2017到现在，超征税收造成的债务减少就超过了5000亿。不过，即使是还了这么多钱，目前政府的举债呢，还是比2017年高出了3400多亿。总之，还债是一个超征税收的主要用途。那除了还债之外呢，另外一个用法就比较弹性，就是透过特别预算来运用。特别预算可以用在这个建设国防、紧急纾困等等。那以我们听过的例子来说，像是前瞻计划就是特别预算。所以理论上面来说，超征税收也可以用在这些项目上面。那这次要用来普发现金的1400亿，也同样是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来执行的。不过政府超征这么多钱，多到要发钱给每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吗？有些人认为会有大量的超征税收，代表民众的企业的所得增加，让政府拿到更多的税收，而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有高于预期的表现。所以一方面来说呢是景气好，一方面来说呢也是政府施政得意的成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也有人觉得超征税收的本质是政府预估景气失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而且虽然预测跟实际难免有落差，但超征超过总预算的10% 就已经很罕见了。而我们今年超征金额则
则是超过总预算18%，比起其他国家预测失准情况非常严重，而这呢也可能代表我们的预测方法落后，没有办法准确的预估税收，甚至有刻意低估的状况。与此同时呢，超征税收太大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会让资源没有办法以总预算的形式分配在需要的地方，而是只能整笔使用。那无论超征税收是好是坏这件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也在讨论这笔钱该怎么用。尤其对于普发现金的政策呢，也有许多的正反意见，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说吧。支持还债的人认为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在过去几年，因为国防防疫纾困等需求，编列了许多的特别预算，再加上还要补贴水电石油，想办法填补劳健保的财务破口等等。那虽然这些措施都跟民生有关，但也确实让举债连年增加。那现在超征的机会呢，就应该要减缓政府的举债速度。而且如果发现金以后只要超征，民众也会有相同的预期，那就会变成了一超征就要发现金，反而更没有弹性。而支持发钱的理由主要是基于生活压力的考量。去年民生物资的通膨高达了6%，物价上涨的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平复。现在经济又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搞不好还得再过1年苦日子，所以政府这个时候发钱可以帮助需要的人渡过难关。不过就算是支持发钱的人，也不一定都支持普发现金。在发钱的部分，这边主要有2个争论的战场。第一个是要用什么形式来发钱，第二个是要发给什么样子的对象。在发钱形式上面呢，主要是讨论要发消费券还是直接给现金。有些人认为发现金会让大家把钱存起来，对经济的帮助不大，因此应该跟之前一样发消费券比较好。但发现金的支持者认为，就算发消费券大家也只是买民生用品，刺激的效果不会差很多。而且物价上涨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油价有关。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刻意刺激国内的需求，可能又会让物价上涨得更凶。而至于要发给什么对象，有些人认为直接普发给所有的民众是最有效率的做法，因为这样子可以省下大量的行政成本。像日本的经验，这只需要1到2个月的作业时间就能够完成。但有人会认为，既然这次发钱是为了要纾困，那就应该要特别锁定生活有困难的人。普发虽然很简单但资源分配的效率却很差，很多人根本不差这6000块，所以应该要设立排富条款，或是针对低收入户发放津贴等等。其实超征税收这个题目我们之前就有做过，关于政府要不要发钱，用什么样方式来发，要不要排富，也都有在不同的影片当中讨论过蛮多次的。所以这一次的争议，我们最大的感觉是，既然超征这么常发生，影响又很大，那为什么之前都没有直接立法规范呢？而在我们查资料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有发现一些学者认为应该要修法，让超征税收有明确的规范。不过，既然相关的争议总是能够跃上新闻的版面那某种程度可能也代表着这个议题很复杂，理解的门槛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呢，可以减少资讯落差，甚至是透过讨论的过程减少未来的相关纷争，让这些庞大的资源保有专业运用的空间。那最后，我们有观察到一种声音，有些人认为自己其实用不到这些钱，因此主张不需要这些钱的人应该一起把这些钱捐出来，来帮助更有需要的人，也就是透过自己的行动来让资源的分配更公平。而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当作是另外一种选择咯。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对于政府普发现金的决定，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A 支持发现金简单快速可以改善大家的生活。 B 不支持应该要把这笔钱拿去还债，不要债留子孙。 C 发现金可以，不过应该要有排富条款，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第一，我觉得发消费券比较好，可以刺激经济。以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超征税收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劳保破产怎么办，以及为什么有钱人要交比较多税。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我是美食队芊芊，这是 PR 哥，我是志奇，我是徐波，我是吴子。有 Walkie Boys。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这都烂人嘛！他们